14号晚间，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宣布，经中美双方商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于6月18号至19号访华。上午，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应约同布林肯通了电话。秦刚强调，美方应停止以竞争为名损害中方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中方有效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而与此同时，美媒又恶意炒作所谓中国在古巴建秘密基地。来看报道。14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介绍，当天上午，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应约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秦刚指出，年初以来，中美关系遭遇新的困难和挑战，责任是清楚的。中方始终遵循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秦刚就台湾问题等中方核心关切阐明了严正立场，强调美方应予尊重，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以竞争为名损害中方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希望美方采取实际行动，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及美方有关承诺，同中方相向而行，有效管控分歧，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美关系止跌企稳，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深圳卫视注意到，这是秦刚与布林肯的第2次通话。今年1月1号，刚获任外交部长的秦刚在美国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电话。秦刚向布林肯道别，以及在担任驻美大使期间，与布林肯进行了数次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会见，期待继续保持密切工作关系，推动中美关系改善发展。双方在通话中互致新年问候。当天，秦刚与布林肯还分别在推特上发文，证实两人进行了通话。去年11月，中美元首在巴厘岛会晤并达成重要共识，为推动中美关系重回正轨创造了来之不易的积极势头。不少分析人士认为，中美关系将因此迎来转圜改善的机会窗口。随后，布林肯的中国行程就成为热门话题。然而，今年2月所谓气球事件发生后，拜登政府出于国内政治需要进行大肆炒作，严重破坏了两国落实元首共识的积极势头，导致中美关系陷入新的低谷。进入4月后，美国开始降低对华调门，包括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等官员先后表达希望与中方对话沟通的意愿。深圳卫视注意到，上个月8号，秦刚在会见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时就提出了5点对话要求，其中就包括美国应扣好中美关系的第一粒纽扣，端正对华认知，必须尊重中国底线红线，在台湾问题上，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停止采取阴阳作态。美国必须停止一边呼吁与中国对话沟通，一边不断打压遏制中国的危险行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马伟对深圳卫视表示，这次秦刚应约通电话，主要目的就是在布林肯访华前就一些关键信息予以再次确认。最重要的是告诫美方要采取实际行动，落实两国元首巴厘岛会晤重要共识，同中方相向而行。我觉得这个时候，和我们秦刚外长的这样的一个通话呢，是为布林肯的访华呢做一个铺垫。秦刚外长也是清楚地表明了我们中方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台湾问题呢，是我们国家的这个核心利益，是一个红线问题。美方呢必须在涉及中国的这个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呢，来清楚地表明自己的一个态度。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涉及到中国的这个发展权的问题，我觉得也是秦刚外长在通话中所着重强调的。那么他尤其指的，我个人认为就是对于中国科技企业的正常的这个发展，美方呢是不应来继续无理的这个打压的。遗憾的是，美方仍在上演说一套做一套的老戏码。8号，《华尔街日报》等多家美媒耸人听闻的爆料称，中国和古巴达成秘密协议，允许中国在古巴建立间谍基地，以监视美国。消息一出，中国和古巴立即驳斥称，相关报道毫无根据，纯属造谣。虽然美国白宫五角大楼也相继指出相关报道不准确，但白宫国安会战略沟通协调员科比12号改了口风，声称美国已就中国在古巴的间谍活动向古巴政府表达关切，但他不认为这会影响布林肯的访华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样一则无端造谣抹黑的爆料，布林肯竟积极策应，亲自下场炒作。Based on the information we have, the PRC conducted an upgrade of its intelligence collection facilities in Cuba in 2019. President Biden instructed his team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
And within months of getting that instruction from the president, we've been executing on that approach quietly, carefully, but in our judgment, with results ever since. 布林肯除了把所谓中国升级在古巴的情报设施的责任推给特朗普政府，还继而给现在的拜登政府脸上贴金，声称已经采取了外交措施，以遏制中国在海外所谓扩大军事力量的努力。针对美方有关秘密监听基地的新碰瓷儿，文章援引6月7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这番表态：若是真诚沟通，我们自然不拒绝；若非要碰瓷儿，我们姑且静观其变。它是一种外交和谈判上的这个策略，通过释放一些对华相对来说不友好的虚假的一些信息，来能够增加它最后访华的这个过程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也跟美国国内当前的政治环境有关，不得不给美国的这个对华的鹰派来释放一定程度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一个补充，表明它对华尽管它增加了对华的接触，但是呢中美竞争对华打压，他们也并没有放松，一面寻求与中国接触沟通，一面又对中国拉黑制裁，美国愈加歇斯底里。12号。美国商务部将43家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据路透社报道，当中31家实体来自中国。美商务部在一份新闻稿中宣称，这些实体被列入清单的原因是所谓利用西方和北约资源向中国军机飞行员提供培训，还有一些公司是因为采购美国原产物品以支持中国的军事现代化，包括高超音速武器开发，违反了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此外，还有2家中国实体是因为所谓帮助实施侵犯人权行为被列入清单。针对美方做法，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14号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方以所谓涉军、涉人权等为由，将部分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实体清单实施制裁。发言人指出，美方泛化国家安全，在缺乏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滥用出口管制措施，动用国家力量打击他国企业和机构，是典型的经济胁迫和单边霸凌行径，严重损害企业合法权益，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美方应立即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观察指，从这次美方的行为可以看出，不论是在航空航天领域，还是人工智能、生物科技方面，美国都认为这些全球科技制高点应该由它掌握，不允许中国有丝毫领先。在美国看来，中美之间的博弈是系统性的，未来竞争将越来越激烈，我们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么本质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美方所希望的改善中美关系啊，其实是希望能够呢来加强中美的这样的一个沟通，它本质上呢是一种危机的管控，而并非呢对于中国打压的这样的一个弱化。值得注意的是，当地时间13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出席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一场听证会，在谈及中美关系时说，虽然我们肯定有需要解决的担忧，但中美脱钩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补充称，美国人从购买中国生产成本更低的商品中受益匪浅，而中国同样受益于美国的出口，这些出口也提振了美国经济。这就是为什么与中国经济脱钩将是灾难性的。他还强调，我当然不认为压制中国人民的经济进步符合我们的利益。深圳卫视注意到，耶伦此前曾多次表示希望能尽快访华。从特朗普政府以来啊，包括耶伦在内，很多的美国的经济官员已经意识到那么对华脱钩呢和对华的这个打压呢是并没有起到他们原来想要的这个效果，反而是可以说是对中美双方都造成了相当程度的这样的一个损害。那么美方呢也希望能够借包括耶伦访华这样的机会来改善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不过，在释放积极信号的同时，耶伦也在试图为拜登政府出台的对华限制性措施进行辩解，理由同样是近期被美西方人士谈论颇多的所谓去风险。他还在拿涉疆等问题炒作，声称美财政部考虑对华实施更多制裁。与此同时，他还再次搬出所谓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进行炒作，声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反映了美国的价值观，可以用来抗衡中国等不够透明的国家。针对耶伦相关说辞，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4号予以坚决驳斥。他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多边金融机构，他
他们不是美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不是美国世界银行。中国始终遵循国际规则，基于公开透明原则，同发展中国家开展投融资合作，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寻求任何政治私利。中国一直帮助发展中国家缓解债务负担，在20国集团还债倡议当中所做的贡献最大。汪文斌还指出，去年以来，美国以前所未有的幅度加息，使有关国家债务问题雪上加霜，导致全球金融市场震荡加剧。美国应当拿出实际行动，帮助发展中国家推动多边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债务处理问题，而不是把地缘对抗那一套引入多边金融机构。今年适逢中巴建校35周年，双方友谊历久弥新。当前中东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外界关注新时期的中巴关系发展将如何继续深化。另外，北京此前成功斡旋了伊朗和沙特之间关系的恢复，这也让国际社会更加期待中方为巴以恢复和谈发挥怎样的积极作用。这是现年88岁的阿巴斯自2005年5月以来第5次访华，他也成为今年中方接待的首位阿拉伯国家元首。两国元首宣布，中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让两国关系再上新台阶。近年来，中巴合作成绩显著，中国已经连续6年成为巴最大贸易伙伴、第1大进口来源国和第2大出口目的地。2021年，第2届中巴经贸联委会会议成功召开。同年，巴勒斯坦首次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巴勒斯坦共享中国发展机遇提供平台。去年，中巴两国政府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不断提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水平。双边贸易额达到1.58亿美元，同比增长23.2%。除双边合作之外，在中东和解浪潮的大背景下，巴勒斯坦问题也成为两国元首重点讨论的话题之一。那中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态度呢，跟过去是一脉相承的。此次我们提出的3点主张呢，彰显了中国的积极性，那么表明呢，中国愿意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这个巴以问题呢，我们其实是一种复合性的平衡的理性的思维去分析。在我们的3点主张当中，我们也看到，我们提出了说，巴勒斯坦的经济民生需求应该得到保障，这也是未来国际社会所应该呢大力关注的一个风向。那么实际上呢，这就是表明我们在看待巴以问题的时候，那么既看到它的政治安全的面向，但是我们又考虑到说，还有一个非常核心的根本性的问题呢，就是这个经济民生的问题，而这也是目前中东各个国家，当然包括巴以在内，他们所迫切需要的。13号，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在北京会见陪同阿巴斯总统访华的巴外长马利基。秦刚指出，中东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加强战略自主，增进团结合作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中方高度重视巴勒斯坦问题，一贯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将继续支持和谈正确方向，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力量。中国积极去斡旋巴以冲突，而且呢跟巴勒斯坦开展高层的互动。那么一方面呢是展现了我们历史上一直到现在的这种特殊的友好关系。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也是有助于让巴以问题呢再度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而且呢，我们看到就是巴以冲突其实是中东和平进程的一个核心问题。但是呢，当前的很多大国呢在中东采取一种追求短期利益、避谈主要矛盾的趋势，而中国呢在这个时候能够直面地区的核心难题，推动巴以的和平共处，其实也展现了中国的负责任大国的形象。近年来，巴以紧张局势反复上演，造成大量伤亡，当地人道主义危机加剧。对此，中方早前曾提出4点主张，即停火止暴是当务之急，人道援助是迫切需求，国际支持是应尽义务，两国方案是根本出路。今年4月，秦刚还分别同巴以两国外长通电话，强调中国愿为巴以双方尽快恢复和谈发挥积极作用。中国本着劝和的目的秉持一种公平正义的原则，主要呢是致力于给巴以双方提供和谈的平台，而且呢也为推动地区的和平进程呢提供了各方都迫切需要的这种公共产品，所以呢也获得了巴以冲突相关各方的普遍信任。
当然呢，我们这里面也需要看到，就是由于呢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其实各自面临着非常激烈的内部分歧，所以呢，其实巴以和解它比这个沙伊复交的难度系数呢还是要大得多。美国商务部副部长透露，将延长对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几家半导体企业在中国大陆业务禁令的豁免。有韩国企业表示松了一口气，但美方的所谓禁令不可能一直豁免下去，这些企业的中长期利益必然受损。实际上，美国针对中国搞经济胁迫，这种先下禁令再发豁免的把戏已经搞了好多回，为什么乐此不疲？此外，美媒曝光，去年宣布在美投资400亿的台积电又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新状况。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称，拜登政府打算延长豁免的消息，由美国商务部负责工业和安全事务的副部长艾伦·埃斯特维兹在上周举行的一个半导体行业会议上透露，如果不延长的话，相关豁免令将在今年10月到期。有观察注意到，美方一般在豁免令即将到期时才宣布是否延长的决定，但这一次提前3个多月宣布较为罕见。第一个方面呢，这样的一种调整背后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来自美国这个盟友还有相关各方的压力。那我们都知道，中国不仅是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而且也是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费市场。所以呢，对于任何一家企业来讲，失去中国的市场，那可能都是毁灭性的打击。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要站到这个中美关系最近这段时间它总体的这个走向和变化这个角度来考虑。就是我们看到近段时间以来呢，中美关系当中出现了一些缓和的迹象，尤其是双方的沟通、对话、交流呢在逐步的恢复。韩国舆论对美方延长豁免表示欢迎，有韩媒形容三星电子、SK 海力士松了口气。一名韩国半导体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在中国投入启动的存储器生产线若想持续运转，就需要技术升级。美方延长豁免将使这些在华投资不至于打了水漂，有助于消除未来经营的不确定性。实际上，所谓豁免是美国惯用的经济胁迫手段。有分析指出，美方不肯废除相关政策，就意味着这个套在企业头上的紧箍咒没有摘掉。美国近年来不乏豁免收窄的先例。去年10月，美方出台芯片法案，升级对华芯片产业的打压政策，包括强令荷兰、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等都不得再向中国大陆出售美国规定的先进制程芯片以及芯片制造设备，否则将不能获得美国政府的补贴。但由于韩国三星、SK 海力士以及台湾地区的台积电等企业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巨大，因此他们强烈反对美方政策。美方则对他们实施为期1年的豁免以示安抚。有与会的美国芯片行业高管则表示，延长豁免的决定显示，美国政府意识到，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产业中，要对中国搞科技脱钩比预想的更困难。事实上，美国财长耶伦近日多次用灾难来描述一旦中美脱钩的状况。分析认为，相关讲话有安抚这些非美国企业的用意。美国的对华极端非理性的这个科技脱钩和这个出口管制那么它带来的消极影响是非常广泛的。那么其中之一呢，就是这些芯片相关的企业他们呢受损非常的严重。所以呢，这个美国对华芯片战毫无疑问，它就是导致这些企业利润下降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那么，所以这些企业他们才会不遗余力的去游说美国政府，向他们施压，来迫使或者说推动拜登政府放宽这些企业的对华芯片出口的限制。深圳卫视注意到，对美国打压中国芯片业政策最强烈的批评来自韩国。统计显示，2022年，韩国三星和 SK 海力士在华销售额约370亿美元，他们在华投资同样巨大。今年3月下旬，韩国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来华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3年年会。4月，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时，李在镕也出现在了随行商务代表团中。韩国东亚日报当时称，李在镕将向美方表明韩国半导体产业目前的困境。但令外界惊讶的是，当时尹锡悦和拜登签署的联合声明中，并未提及韩国半导体产业的事情，这让韩国舆论十分不满，认为韩国半导体产业在中国市场的中长期利益将岌岌可危。韩国经济研究院指出，近年来韩国半导体产业的生产效率严重下降，竞争力也随之下降。除了产业周期性因素，
俄乌冲突外溢效应等之外，美方利用韩国加入的芯片四方联盟为武器，对中国的高科技产业实施定点攻击，也令韩国企业的经营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今年以来，韩国半导体对华出口呈现断崖式下跌的态势，而豁免名单上的另外一家重磅企业是台积电。这家公司去年12月举行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工厂移机仪式后，一直风波不断。美国财富杂志近日报道称，台积电严苛的企业文化与美国半导体业格格不入。美国《纽约时报》还指出，台积电亚利桑那厂能够帮助美国实现芯片技术的自力更生，但对台积电的股东来说，这个400亿美元的项目是一个糟糕的商业决策。台积电内部对其美国工厂的疑虑正在增加，许多员工表示，该项目可能会分散台积电的研发精力。高昂的成本和管理方面的挑战表明，将人类已知的最复杂的制造工艺转移到地球的另一端是多么困难。我并不看好美国未来成为全球芯片制造中心这样一个前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实际上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呢，千方百计的推动海外的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来解决它产业空心化的这样一个困境。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战略推行了10几年，我们看到并没有收到非常明显的成效。原因很简单，这个就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导致的。去工业化背后反映出来的逻辑就是说，随着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成本的提升，那么制造业企业基于这个利益最大化这样的一个非常自然的市场的考量，它会把它的产业链、供应链迁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如果美国想要这个重新回到一个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它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办法，就是降低它的劳动力成本以及各种制度成本。但现在美国两党很难做到。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你好。中美外交部门已经同步发布了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访华的消息。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和布林肯在此之前还通了电话，海内外媒体也密集报道。那您认为此次通话释放了怎样的信号？主持人好，秦刚呢是应邀同布林肯通电话的，就是说呀，布林肯主动打电话来，这意味着呢他对访华能否成行有点着急了。美方呢率先宣布了布林肯访华的消息，甚至把日期呢都说明了，说是6月18日，但是中方呢一直没有回应。今天秦刚和布林肯通过电话以后，外交部发言人谈到布林肯访华，依然用目前没有可以提供的消息作答，并没有证实这个中国呢已给布林肯发了邀请信。因此呀，布林肯能否访华、何时访华还悬在那儿。那么从秦刚和布林肯的通话中呢，我们能感受到双方的一些问题没有谈拢。美方的态度呢没有得到中方的认可，秦刚就台湾问题等中方核心关切阐明了严正立场，强调呀美方应予尊重，停止干涉中国内政，停止以竞争为名损害中方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恐怕呢就是中方不满美方的关键点。布林肯呢似乎在回避。我们再往前追溯一下，无论是中国驻美大使谢峰副任使在肯尼迪机场的谈话，还是中国防长在相会上的讲话，都把台湾问题作为中美关系中的重中之重。可见呢，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没有明确表态，没有让中方满意的切实行动。那么要恢复中美高层互访有点难。在两国外长通话以后这个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进一步强调，双方呢保持这个沟通渠道通畅很重要，以避免呢发生误判和冲突。美方呢将会继续利用外交行动来提出有顾虑的领域以及存在合作可能的领域。布林肯呢显然不想耽搁了访华行程。那么到了今晚8点半，中国外交部发了一条公告，说布林肯将于6月18日至19日访华，似乎呢预示美国对台政策将要调整，有望回到国际公认的一个中国原则上。海内外媒体呢之所以密切的报道，一是希望中美关系尽早的缓和，能够共同解决一些国际难题，比如说乌克兰危机等等。二呢是希望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要一意孤行，不要挑起军事冲突，进而影响世界经济。地球人都知道，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经济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其中最主要的摩擦点之一就是台湾问题。美国
背离了与中国建交的原则，也背离了联合国所认同的一个中国原则。现在呢，中方确认布林肯18日访华，对中美两国、对世界来说呢，都是好消息。美国财长耶伦再次重申，与中国去风险可以，脱钩却绝不可以。美国商务部计划允许韩国和台湾的企业继续维持或扩大在中国大陆的芯片制造。那您认为这是否意味着美国会放宽对华芯片限制呢？我们先看财长耶伦的表态，他呢算是拜登政府中较为温和的内阁官员，对中国算不上友好，但称得上不激进。不过呢，他所谓的与中国去风险可以，这个脱钩却绝不可以，好像呢已经重复了好多次。我们呢也没有看到美国呀在经贸上拿出什么具体的行动来缓和中美关系。相反呢，我们看到的是美国政府不断的设卡，刚刚呢还把31个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实际上呀，美国所谓的去风险，不过呢是脱钩的另一个说法，语气有所柔和，实质上并没有变化，仍然是纠集盟友对付中国。我们再来看看美国商务部的芯片豁免。虽然美国呢允许韩国和台湾地区的芯片制造商可以在中国大陆维护或者是扩大业务，但所制造的芯片呢都是中低端的，不是美国芯片法案中所限制的高端芯片。况且呀，美国的豁免期不过是再延长1年，并没有把对韩国、台湾企业的设的卡呀搬走。就是说呢，这个别指望美国政府会放宽对华芯片禁令。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芯片制造商不反抗，会完全听命于美国。当自身的利益因为美国禁令而受到损害时，他们呢会与美国争斗，要么呢增加豁免期限，继续向中国市场供货，要么呢突破美国禁令，无视美国限制，在中国发展业务。最新的报道显示，就在美国持续打压中国高科技发展，建立所谓芯片联盟，对中国禁售限售时，美国的2个重要盟友意大利和法国选择投巨资和中国合作建立芯片工厂。据说呢，在重庆建的厂区投资金额呢高达32亿美元。可以说，美国想封杀中国在半导体领域的技术进步是不现实的，因为资本的力量呢会突破美国限令，到庞大的中国市场赚钱牟利。只要中国的市场保持开放、法治化运营，就不愁得不到高端芯片，不愁得不到先进技术。好，谢谢陈斌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俄战地记者进行座谈。围绕当前俄乌冲突局势，普京说，乌军本月开始的大规模反攻没有成功，反倒是遭受了几倍于俄军的损失。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又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2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另有美媒披露称，白宫已经开始考虑向乌克兰提供贫铀弹，以帮助乌军对抗俄罗斯坦克。围绕黑海运粮协议，普京表示，目前乌克兰方面利用黑海粮食外运走廊释放海上无人舰艇。此外，俄方同意粮食协议并非为了乌克兰，而是为了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友好国家。但在协议框架内，俄罗斯再次被欺骗。在此情况下，俄方正在考虑退出该协议。так называемой зерновой сделки. Тем более, что вот эти коридоры, по которым идут корабли, они постоянно используются противником для запуска беспилотников, морских беспилотников. 普京重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关键在西方国家。如果西方真的想要通过谈判来结束目前的冲突，那他们只要停止向乌克兰供应武器和装备就可以了。普京强调，俄罗斯从未拒绝开展和平谈判。不过，就在普京表态的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又宣布向乌克兰提供价值3.25亿美元的安全援助，其中包括大炮、反装甲系统和弹药，以满足乌克兰关键的安全和国防需求。据悉，这项授权是拜登政府自2021年8月以来第40次从国防部库存中提取武器装备向乌克兰提供援助。此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透露，经过为期数周的内部辩论之后，白宫已经开始考虑向乌克兰提供贫铀弹，以帮助乌军对抗俄罗斯坦克。报道称，美国政府今年1月承诺，将在秋季向乌克兰交付31辆 M1 艾布拉姆斯坦克。乌克兰军事人员目前正在德国接受坦克的操作和维护培训。五角大楼官员一直要求为这些坦克配备贫铀弹，增强从远处击穿俄罗斯坦克装甲的能力。
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告诉《华尔街日报》，白宫围绕这项提案进行了辩论。部分官员担心，提供贫铀弹可能导致华盛顿遭受批评，因为这种武器可能会对人类健康和环境构成威胁。但拜登政府已经开始考虑提供贫铀弹，批准提案似乎不会面临太大的障碍。这名官员称，华盛顿的首要目标是让乌克兰在战场上取得尽可能多的进展，从而帮助基辅在和平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贫铀弹具有很强的穿甲能力，其中的放射性物质则会长期污染环境，损害人体健康。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2022年的一份报告中说，贫铀和常见爆炸物中的有毒物质会导致皮肤刺激、肾衰竭，并增加患癌风险。今年3月，英国政府宣布对乌克兰输送用于挑战者2主战坦克的贫铀弹，但没有监督这些弹药的使用情况，同时声称也没有义务协助后续清理工作。英国的表态引起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警告说，此举是朝着局势严重升级迈出的一步。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提起北约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时期使用贫铀弹的历史，同样警告称，贫铀弹会对使用者的健康造成严重伤害。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3号的讲话中则再次表态称，俄罗斯也有贫铀弹，俄罗斯保留使用它们进行回应的权利。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法尔汉哈克也表示，多年来我们对任何贫铀武器的使用都表达了关切，因为这将造成严重后果。这一关切对所有提供这类武器的人都是有效的。我们已经通过联合国裁军事务办公室明确表示，对任何情况下在任何地点使用贫铀武器表示关切。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这次美方如果提供贫铀弹的话，实际上是跟之前英国向乌克兰提供贫铀弹是2种不同的情况。那么现在美国陆军现役的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以及配备的这个贫铀弹，还是他自己的这个主战装备，而且是属于这个美国主战坦克的一个杀手锏这样的武器。那么除非是乌克兰所面对的这个俄军现役主战坦克确实是很强大，就是现役的这个乌克兰的主战坦克没有办法去对付的情况下，那么美国才有可能就是向乌克兰来援助一批这样的这个贫铀弹，而且确实是目前美军现役的这个贫铀弹的这个穿甲性能也是世界一流的，确实是很不错。